南疆和亲世子招南，新婚当夜身中奇蛊，命悬一线。是南疆的蛊毒，王妃舌尖绛红，牙根生育。没人知道，这场新婚夜的蛊毒是阙京各方势力给南疆世子布下的死局。是真。我没死，我穿越了，还成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妻子。夫君，再多喊些人来给我看看。管他什么王爷王妃，先把命保住再说。现代医学救我，最好是权威点的医生，过往战绩可查，救我如呼吸的那种。夫爵旨，大昌权倾朝野的镇北王，南疆送来的这个和亲世子，是他棋局里意料之外的悬殊。夫人放心，就是有心寻死，府医也能为你吊上1、2年的命。1来年，合着我穿越过来就拿了个短命剧本，我就这么点时间了。撤了防备，锁了传信，我倒要看看这南疆世子到底藏着什么心思。舒阁近日的防备全撤下，府中各处招年都去了，且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。但严加巡守，王府绝不能飞出去一只鸽子。活下来了，先洗个澡，搞清楚这王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。总算是醒了，王妃可有哪里不适？我哪里都不是。怎么了？公公有什么烦恼，其实可以憋在心里，不用和我说。王爷的生辰宴，南疆使团也会到场。这宴席的统筹可是有规矩的。百年亲戚都认不全的我，要安排王爷的生辰国宴，这比让我复考高数还离谱。我去，这袖子上是血，这王爷不会刚杀人回来吧？夫人胃口不错，是昨夜之事，早习以为常了。这场始于和亲的棋局，从这一刻起，彻底偏离了所有人的预料。是因为好吃？夫君试试。王爷的意思是让您过会儿带些茶点去书阁。进。地某王府只有情，由王爷听使看看。继续说。南疆细作。夫人在听。我也要听吗？这些细作是南疆王派来的。我是来为你服务的，我马上就可以走。我不听。回来。夫人要怎么服务？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下官以为应即刻弹劾可，此时弹劾。新婚燕尔，陛下给了7任佳期，倒要多谢夫人。别客气。你好有料啊，夫君。你们出去。夫人不过18，倒比常人稳重不少。在南疆，若是夫妻婚后不和睦，可以准予和离，
是吗？和离自然不行，日后应往府里多送些耳坠珠宝，来讨夫人欢心才是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给点银子也能让我笑得快哉快哉，免得某日回府只看见夫人的一纸休书。王妃可别再走了，王府新下了命令，说是一只鸽子也不能飞出去。我又不是鸽子。那都是谁啊？九门提督林大人来向王爷汇报政务的。林氏，王爷不是还在休假吗？林大人弹劾本王停职7日，如今再来，是已将证据都藏严实了。王爷言重，下官在崔相手下做事，恪尽职守罢了。恪尽职守，九门提督未受阙经，本该是插在城头的镇国剑，怎么在你这里却成了祸害百姓的剔骨刀？大人这么会做生意，也难怪林氏祠堂里又多了数万金银。上月黔州卷场8000斤铁皮不翼而飞，后脚你林大人的府库里就新入了1000具剑族。半月前南疆蛮人入京行刺，所用剑族可是从大人手里买的。说的好听，是和亲世子；说的难听，我是南疆送来的棋子，也是棋子。前几日的蛊毒是王氏的手笔。王爷，这些生帖实为陈尚书牵线，礼部言及是要为太后修万寿宫。明日午时，大理寺少卿得拿到黔州生帖的完本账将。臣愿将功折罪。我原以为你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害怕吗？有点儿，但是怕也没办法。但凡我有一点办法，也不至于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手里拿的什么？学习成果，福海教了我一下午。说来听听。反客为主，就是让人去吸蚊子的血。还有呢？美人计，把王爷赶去蚊帐外面。看来夫人是讨厌的紧了。福海，夏季蚊虫多，王妃寝院里的紫草香，白日也不能断了。哎呦，公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原来你就是王舅娶的南疆娘子。这孩子要喊舅母，可你看起来比我还小。那只能怪你王舅老牛吃嫩草。二位，写的霍承川，认不出吗？我有点粗心了，写的也就一般。有心，好好读书吧。你若要去学馆向我请教倒也可以。那我就不耻下问了。他功课很好吗？霍公子他在学堂中名列最末。王妃，王爷传您过会去行院。知道。黔州报损生帖的账本早就交过去了。少卿今日回信说改日定来王王府当面一下。嗨，夫君。夫人今日说为夫老。
过来。公主和霍成川来府里谈宴会的事，我见着他了，竟然还想坑骗我去学馆，取代他倒数第一的位置。听成川说，夫人的字很有特点，让许多人望尘莫及。为夫也想拜读一下。我的字虽然不好看，但也不至于好笑吧？夫人是想请先生来府里，还是准备去学馆？我还是去学馆拿个导医回来吧。等等，王府不是不能飞出一只鸽子吗？夫人可不是鸽子。按照规矩，王爷的生辰宴主要由我参谋，但福海公公帮了我许多。怎么？我觉得很麻烦的，但我了解的差不多了。王爷明年的生辰宴，我定能准备完整。福海是傅觉止从父亲丰铁带到阙京的太监，跟着他已有10余年。不说安排宴请这种小事，就算让福海代替昭南去死，也没人会觉得有何不妥。可他认为这样不对。眼下天子难掌权柄，外戚摄政祸乱中枢，百官但求自保罔顾国运，大唐朝堂危如带薪。更何况周边各国豺狼环伺，皆是与南疆交战，他们定要趁势撕咬下一块肥肉。我无法保证大唐还会不会有明年。欧洲，这是找匠人打的几副耳难。希望夫人喜欢。王爷夜里磨牙吗？大抵是傅觉止平日的形象清俊宛若谪仙，在众人的印象里不外乎是手掌大权的能臣，所有人都想从昭南这里挖出点八卦，毕竟人类在谈论这种事时总是滔滔不绝。这种事我不清楚，我又没和傅觉止睡过，自然不知道王爷夜里磨不牙牙。王爷与王妃情深，王妃身子娇弱，休息得早，这才不知晓细节。回家吧，孩子，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你比较适合去写坊间奇闻话本。咦，我最末尾的排名终于要后继有人了。被他这么一打岔，我莫名生出一股想要踹人的冲动。但他还有想问霍成通的事。我昨夜核对请帖，发现陛下姓李，王爷却姓傅，莫非？这不是什么皇室秘辛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昔年王爷的父亲追随太祖征伐北境，身中4枚狼牙毒箭，却锦缎帅旗岿然不倒。临危之际，仍能运筹帷幄，收复失地全境。荆州既定，傅老将军以虎符为聘，求娶陈兆长公主。先帝特颁恩旨，傅家世代承袭镇北王爵，封地辖北，想半扶天子一丈。这般殊荣无双，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只可惜将军与公主英年薨逝，王爷在14岁便继承了王位。依照祖制，王舅理应留在封地，但往后1年，太后怜其年少孤苦，特意召王爷入京奉养。15岁入京，到现在已经8年了。是，8年间，就算是祭祖，王爷也再没回去过。王妃，王妃，午时有几位老爷找您，学院守得严，只留了东西，让我下学后转交给您。夜色裹着温柔，心事无处可逃。宫门已经关了，
傅觉止在御书房被天子留了整整1夜。南疆使臣入境的消息，搅得整个朝堂暗流汹涌。都要拱手相让，是不是明年还得请那南明王来太极殿坐坐？南疆使臣从今日开始入京，再多增些人手，将夫人看好。周遭过分耳进，南疆局势动荡，他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府里的人。王爷，是府里的人。王妃今日从血馆拿回一个木箱，箱底放了一封南疆密信，还有一只陶罐。陶罐里是南疆的蛊虫，他做了什么，将那蛊虫服下了？几乎是一个瞬间，马鸣声响彻长街，傅觉止没了踪影。王妃今日下学，学堂老管事张宝给了一只木箱，里面不仅装了南疆蛊虫，还有一封密文。他虽说是有人转交，但人怎么样了？此事重大，府尉已经赶往张宝家中，将人扣下后，还需专人审问。王妃怎么样？王妃安然无恙，只是受了惊吓，失脚将蛊虫踩死了。王妃快离这屋子远些，南疆蛊虫阴毒，若房里遗漏了毒物，还需请大夫来府中消杀。这几日怕是住不了人，那我睡哪儿？拜见王爷。这轻描一场相约，在心底深深铭刻。夫人今日收了一份大礼，其实是一只大虫，我没想收的。我不是那种对不良诱惑说不够的人。如果我全部热烈，院里无法住，这几日夫人就睡在本王寝。王爷啊，别的院子早就收拾好了，您这哪是安排住处，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哪是安排住处，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最后一个上床的，关了。家里人来的信，夫人还没看吧？那能是家里人？总想给我喂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仇人呢。更何况我根本看不懂南疆文啊！想来也是让我吞下蛊虫，为南疆大义捐躯。他们的心太脏了，我好伤心。我不想看，去，夫君快把它拿走。信中内容倒与夫人的猜测所差无几，只是那陶罐里的蛊虫竟然也有本王一份。就别怕，其实我都会猜死。夫人可有什么想说的？天很晚了，我们就寝吧。又不困了？我也想熏这个香。可以。昭南与傅觉止同榻而眠，却已2日没见到他的人影。王爷每一子时回府，卯时入宫，公务缠身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早啊，夫君，你今天怎么赖床了？不过寅时，夫人再睡会儿吧。凌晨3点，合着是我破天放早起了，不是他晚起。夫君，生辰快乐！开启浪漫的章节，这轻描一场。多谢。王妃年纪小，心性单纯，宴上的礼仪不必拘着她。她若是觉得无聊，想做什么去哪里，都要有人守着，别让她受了委屈。是，王爷这生辰，陛下和太后连句祝词都不肯给，明摆着是忌惮他。明明是他的生辰，全府上下忙前忙后，他却连半些清闲都落不着。这生辰过得哪里有半分开心？太过分了，生辰都不能好好过。王爷，南疆使团已经过了朱雀街，鸿胪寺报使团少报10几匹马，眼同范律提印古怪，4臣已有诈，扣在了天寺监。回信给司音，让他差人将马匹就地射杀。
是。陛下亲临，已在殿中落座，王妃可要进去拜见。怎么了？你要去做什么？王爷下令要杀的马匹，在天赐殿被人调走了。王妃，恕属下失陪。南疆瘴气侵田，巫毒持蛊，子民染疫者10之1、2。那将近草场药石遍叶，若陛下将其许给我部族，我王愿以10年不犯边关为诺。庆景3年，前武帝逐南蛮500里，引马将京边。朕今日若是让了寸土，岂非愧对先祖？陛下何必计较这些？南疆巫咒10万，蛊毒千变万化。若今日谈不拢又如何？南明王胃口饕餮难吞，区区一个草场恐怕不够。尔等再拿朕的项上人头，给他当做贺礼，可好？绝止，80里草场没有，边境的3万铁甲军倒是管够。大昌这是要开战！想要草场，大可以带着你们的蛇虫鼠蚁来抢。拿人！王妃呢？昭南在王府混乱中被南疆人绑架，醒来时已被囚禁在废我要活着等到傅觉止来。傅觉止封死了城门，我们的粮草撑不了几天了。昭南已失踪多日，傅觉止凭着赤玉耳银的线索，终于锁定了他的位置。昭南，你这个骗子，叛徒，我不甘心！我还挺聪明吧？我是尔丹留线索的，我用尔丹留线索的，我哪里笨了？不笨，我们楠楠最聪明，可不能让他们跑回去。听你的，他们的尸骨从今日起就留在大帐。既然人已安然无恙，有些人的账也该好好清一清了。王爷不来吃饭吗？王爷这会儿还在书房，不喜有人打扰。王妃您先用膳就好。王爷也太勤勉了，再忙也要先吃饭才是。我去喊他，很快就回来。王爷，傅觉止手下的墨笔微微一顿，他心里清楚，会这么喊人的王府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喊你吃饭去。当心成了小花猫。当过午膳，昭南在王府闲逛，撞见傅觉止和亲客们在河池畔闲谈。亲客们的文词晦涩难懂，昭南听得无聊，转身取来纸笔。昭南的动静被傅觉止察觉，他抬手示意昭南到身边来。昭南写完名字，满心期待着傅觉止的夸赞。进步神速，写得很好，谬赞谬赞。我还要回学馆继续深道的。学馆路远，不如请千先生到府里，你想怎么学便怎么学。你说话不算话。是为夫的错。之前的意外让傅觉止满心不安，不愿昭南离开自己的视线，却也懂他不愿被拘捕。昭南本就耳根子软，听到傅觉止认错，心里便顺畅了大半。等庆先生入好拳了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和风拂过，两人之间的凝滞气氛尽数散去，只剩温馨和睦。我再怎么低能，也不至于连自己名字都写错吧？你刚才不还说我进步神速吗？夫人名字起得好，可又起得太好。夫人快过18，可要取个普借些的婊子。难不成真是因为名字的原因？可另取一个婊子又显得正经，自己应该也不会习惯。我们那儿不兴这个。那就换个小名，如何？好啊。双天雁鸣惊七雀，半轮斜照雪团团。赵暖暖，觉得耳朵尖好像正在变热。